Hello， 大家好，我是店家阿伯。时至5月，枯燥的 LOL 休赛期即将落幕，云集卫冕冠军安安 G、世界赛常客 T1、G2 等11支劲旅的 MSI 小组赛将至。究竟谁能捧起舞台中心的 MSI 金杯？赛场上见真章。除了全力备战的参赛选手，其余 LPL、LCK 队员并未懈怠，他们通过 LOL 韩服、峡谷之巅高分段排位赛提升竞技状态，想要在夏季赛取得佳绩。其中就有坐镇 WBG 上路的 LOL 冠军上单 The Shy 江城路。The Shy 是首位身披 LOL 战袍夺得全球总冠军奖杯的顶尖上单。他曾与 Rocking、宁王、宝蓝、杜可、JK 辣舞并肩作战，在韩国仁川登峰造极。后来 IG 冠军阵容支离破碎，续约失败的 The Shy 加入 WBG， 与国产中单 Angel、越南 Faker、Sofen 组成主力上中野，朝着下一座冠军杯迈进。在 LPL 春季赛期间， The Shy 率队闯入季后赛，并且打败了 LOL 世界冠军 EDG。但在与超级黑马 GDG 的对局中， WBG 苦战5局败下阵来， The Shy 春季赛之旅就此结束。之后 The Shy 迅速结束休假，第一时间现身直播间，为粉丝带来精彩的 LOL 韩服 rank 内容。但他的上分之旅并不顺利。查看 The Shy 韩服大号的排位赛战绩，这位 LOL 冠军队员吞下7连败苦果，不管是上单塔姆，还是上单凯南，亦或者是招牌英雄卡莉斯塔、鳄鱼、诺手，都没能为他带来胜利。回放 rank 录像， The Shy 线上压制力依旧出色，凭借对距离的精准把控，他多次在对线期取得补刀压制，甚至单杀对手，但中下两路频频遭到击杀。 The Shy 一拳难敌4手，只能看着基地水晶告破。也正是因为战绩低迷， The Shy 近20场 rank 的胜率下滑至 45%， 段位跌至大失167胜点。对于此次7连跪，让很多 The Shy 的粉丝不解，怀疑他一度遇到了眼缘。而 LNG 战队的中单选手 Doinb 也对这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Doinb 认为 The Shy 排位连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UZI 最近停播了。Doinb 认为以 The Shy 的个人实力打韩服大师对局不可能7连跪的，就连自己这种混子中单都在韩服当中都能打上了宗师。而 The Shy 排位连跪很有可能是因为队友存在问题，很有可能是 The Shy 在排位当中遇见了眼缘。而Doinb 说 The Shy 在韩服遇见眼缘之后， Doinb 也是在直播当中表示，在如今的英雄联盟职业选手当中，只要有人开直播就会有眼缘盯上你，名气越大的选手开直播遇到的眼缘就越多。在这些职业选手当中，有几个 LPL 选手是最容易被盯上的，这几个选手分别是 TS 战队的 AD 选手阿水、BLG 战队的 AD 选手 UZI， 还有自己和 The Shy 都是重点关注对象。在Doinb暗示 The Shy 被眼缘盯上之后， Doinb 也是在直播当中表示，如今 The Shy 排位不太顺的大部分原因都归咎于 UZI 的停播。Doinb 直播认为 UZI 是 LPL 选手当中直播热度最大的选手，他每次直播都会吸引很多演员。而最近 UZI 不直播之后，之前盯着 UZI 的演员都跑到了自己和 The Shy 排位里面了。在直播当中， The Shy 对于自己的连败还是非常无语的，在直播当中也是多次委婉的表示自己运气不好，排位遇见的队友没有对面厉害。但观众及粉丝们都清楚 The Shy 这是遭遇到了演员针对。不过对于 The Shy 来讲确实没有办法，毕竟无论是国服还是韩服都会遇到演员。虽然现在官方在大量排查惩治了，但演员事件一直无法避免，希望职业选手们不要被其影响，调整好心态。下面阿伯还想和大家聊一聊 LPL 转会期现状。官方是在之前发布了转会期正式开始的消息，而到现在为止，关于转会期的爆料其实是非常少的。在之前有关于 UZI 去 GDG 的爆料，但最近没有类似的消息出现了，因此观众们都觉得可能大家都在经历一个假的转会期。去年年底转会期中，Doinb可以说是准确性最高的爆料方，但在这个转会期Doinb没有给出更多消息，但是他也确实在昨天透露了关于这次转会期的内幕。现在很多那种网上的转会信息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全部都假的。那些人
因为你们也知道，每年这个赛季都是为了蹭热度，就什么话都能说，反正到时候不是就说不是就行，说听错了或者什么信息变了。今年，尤其是就今年这个春季赛转会期的情况，然后就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啊。然后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年你们也知道长队太多了，这跟去年前年稍微不一样是。去年前年有一个俱乐部再花点钱，有机会打冒泡赛，跟那些队伍抢那个世界赛的名额、季后赛的名额。今年连季后赛都这么难，很多倒数的那些队伍已经不是放弃，就是今年不再花钱了，已经花了很多钱，然后发现再花了也有点难。就等到明年再看情况，就这样。因为今年大家都是，厉害的队伍真的太多了，是真的很多。不是因为我今年6强我就这么说，但今年厉害的队伍真的是很多，跟之前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杜云碧在直播中表示，今年季中的这个转会期，大多数队伍不愿意花钱了，主要原因有2点。第一就是 LPL 竞争太激烈了，想要进入世界赛难度太高。对于很多队伍来说，季后赛都进不去，不会花钱去签约一些选手。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队伍其实更加重视的是年底的转会期。现在一些队伍都是想要在今年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在那个转会期中进行操作。季中的时候引进选手难度很高，因为很多合同都没到期的。然后杜云碧还说，之前给出的一些爆料基本都是假的， LPL 大多数队伍不会做出调整。现在很多有打 LPL 实力的选手，可能都只能继续打排位了，没法打比赛。杜云碧透露的这个消息是成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按理来说，一般的职业选手都是在年底签约的，最少签约1年，因此确实季中的这个转会期操作空间比较小。估计有的队伍最多会选择从 LDL 引进一些年轻的新人，培养一下试试。杜云碧所说的没有比赛可打的选手，阿伯认为指的就是宁王、Echoen 与司马老贼，还有一些其他的在去年年底没有找到队伍的选手。而 UZI 方面之前给出了加盟 GDG 的爆料，现在这个爆料看起来有点悬了。先来简单说一下 UZI 与 BLG 的谈判情况很重要。如果 UZI 还是得像春季赛一样得不到什么机会的话，等于说今年就过去了。复出的第1年这样过去是不甘心的。以观众立场分析 UZI 的情况，他是想要上场打比赛，去其他队伍或者和 BLG 达成一致最重要。但如果其他队伍没有引入 UZI 的意图，那 UZI 就有点被动了。宁王、Echoen、司马老贼和宝蓝等选手也是大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按理说 Echoen 应该能得到一份不错的合同， LPL 的一些队伍确实比较缺中单，他回归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他3个则确实不太乐观。杜云碧说的人如果包括 Echoen 在内的话，有可能是有队伍想要签约 Echoen， 但 Echoen 不太满意，当然也有可能是确实没有队伍想要 Echoen， 都想年底转会期再出手。 LPL 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回经典的季中转会，比如说 RNG 曾在 S6 的 MSI 结束后重新引入了 UZI， 去年 TS 在季中引入了 LDL 的上单晴天，还有就是今年 DK 将休息的 Newgree 重新签约等等。阿伯认为，某些 LPL 队伍在春季赛成绩还不错的前提下，某个位置出现明显短板，是可以在季中的这个阶段出手来补强的。这也是为什么 GDG 引入 UZI 的爆料被很多观众认为是真的原因。LPL 的一些实力比较差的队伍确实是不需要再花大价钱引入选手，但完全可以尝试引入 LDL 的新人。LPL 官方去年出台了新的转会期规则后，就是为了让各支队伍都能灵活的通过调整阵容的方式来补强队伍。因此阿伯认为，现在的这个转会期还是会出现一些战队上的人员变动的，只不过规模肯定不如年底的转会期那么大。至于年底的转会期是比较需要战队砸大价钱的，因为今年年底的转会期要比去年还要更加激烈。对于很多实力没那么强、资金还不够的俱乐部来说，参加年底的竞争
想要大规模补强是不现实的，能做的只有培养新人抽卡。最后，对于泽晒排位成为替罪羊以及 LPL 转会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